为了能在充满歧视的澳洲生存下去，我用全身仅剩的3.8块购买了淘金设备，来到一处无人看守的废弃矿场，开启了我的人生第一次淘金。都说淘金难，今天我要是淘不到金，那就死。我靠！来的这么快，这也太容易了吧！啊！易拉罐。打脸来得太快，李大山拿起探测仪又继续寻找了起来。要知道现在的金价足足500多一颗，折合成澳元也超过了100块了。我不需要多打，仅需要1克的小黄金，就可以收获自己之前2天的工资。嘿嘿，希望是金子，直接给我来个开门红。没多久，一颗瓜子大小金灿灿的小东西还真被李大山挖了出来。哈哈，找到了！我居然真的找到了，至少有3克，直接入账300澳元。李大山拿出小瓶子，小心翼翼地把自己人生中收获的第1块黄金放了进去。他看着自己周围的土地，瞬间就有了无穷的动力。看来便宜父母留下来的地图真的有用，并不是一个恶劣的恶作剧。李大山本是华夏人，一次意外穿越到澳洲，成了一个拥有华夏血统的外国人。穿越过来的这些年，他每月都会去大使馆指位。王大使，我真的是国人啊！我现在只想回到我的祖国，回到我热爱的土地上都不行吗？你看我这流利的中文，再看看我这黑头发黑眼睛，证据还不明显吗？大山啊，你清楚我们的政策，你入境记录没有？父母也在国内，更是一个亲戚都不知道。我虽然也很想帮助你，但你知道的，提供不了任何证据证明你是国人啊。大使啊，你说我一个孤儿，从小流落异国他乡的我容易吗？至于您要的这些材料，看我的名字就知道了。我父母估计也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怎么来的这边还不好说呢。还有这边的种族歧视有多严重，您不是不知道。我过得是真苦啊，求求您让我回家吧。不行，政策就是政策，而且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就这样，李大山的第 N 次国籍申请再次失败，才有了他现在决定淘金的事。既然不能回国，那我就努力淘金，争取有一天用金钱敲开回国的大门。有了目标，李大山拿起探测仪又开始搜寻起来。可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里，他却再也没有听到探测器有任何的发现。难不成探测器坏了？难不成这块地方已经被其他的淘金者前辈们搜索过了？算了，先到前面最急的河湾处再找找。又过了1个多小时，就在李大山都准备放弃，看看再换一个地方能不能有什么新发现的时候，探测器再次响了起来。佛祖保佑，这次一定要出金啊！可千万别是什么前辈们留下的金属垃圾。可能是李大山的祈祷起到了作用，这次出现的是一粒小金豆。不过相比于他收获的第1块，这小金豆小的真够可怜的。虽然只有半颗左右，但最少价值50澳元上下，至少也相当于之前1天的工资了。嘿嘿。不过这条小河沟里面应该是不会再有什么发现了，去下游看看吧。5、6公里的距离，李大山硬是开了1个小时也还没到。靠，要是有辆越野小摩托就好了，至少在这种复杂地形能省下很多时间。等这周结束，出去的时候必须整一辆挂在后备箱，2手的也可以接受。淘金人的结算时间一般是以周为单位，而像李大山这样的底层淘金人，1个星期一般来说就是他们所能携带生活物资的上限。到了这个时候，必须得回到城镇里面重新补充物资才行。又继续艰难向前行驶了差不多1个小时，李大山总算赶在太阳落山前来到山脚下。运气不错，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小水潭，看着水质还挺清澈，至少接下来的几天不会缺水用了。要知道，水资源在野外，对于淘金者来说是非常珍惜的。趁着天还没黑，李大山拿着探测仪就顺着小水塘往上搜索。没过多久，探测器就再次发出了美妙的警报声。芜湖开挖！我靠！发了！1块足足有拇指甲盖大小的金块出现在李大山的手里面，虽然只是薄薄的一片，这玩意儿应该在10克上下，价值超过1000澳元。继续探索，又过去10多分钟，探测器的声音再次响起，只不过听着没有刚才的刺耳。嘿嘿，2克左右。仅是1天时间，李大山就收获了他之前1整个月的工资，甚至还要多出几十澳元。要知道他以前在澳洲的工资也不过1500澳元。早知道1天就能淘这么多，我还上什么班啊？早点出来淘金，我早就发了。天快黑了，也差不多该回去了。一回去，李大山就烤了2片牛排，打算好好犒劳自己。就在他准备大快朵颐的时候，不远处突然响起了一声凄厉的狼嚎。有狼！吓得李大山举起枪就警戒了起来。作为一名淘金者，在这荒无人烟的野外，危险可不仅仅来自于各种毒虫猛兽，还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类。毕竟应该没有什么地方比荒野更加适合杀人夺宝了。哼！我饿死了，好香啊，想吃。好香！人类，你竟然能听懂我说的话？不对，你为什么会说我们的语言？李大山话音才刚落，这下子轮到对面的野狼惊呆了。居然是你在说话，这科学吗？狼居然会说话了？难道这就是我的金手指？眼前这头狼喉咙里发出来的还是低沉的呜咽声，但落到了李大山的耳朵里之后，却自动转换成了人类的语言。你想要吃东西？饿了，快饿死了。你等着，我去车里给你拿点吃的。给你吃吧。野狼虽然还有些警惕，但在肉香味的勾引下，最终还是忍不住了。
好吃，好吃。这孩子估计也是饿坏了，不过看着他吃东西倒是挺开胃的。一人一狼在火光的照映下，隔着3米不到的位置，都在大口炫着自己面前的食物，有种莫名的和谐。吃饱了，饱了，好久都没有吃这么饱过了。谢谢你，人类。休息了几分钟后，野狼站起身就准备离开。等等，要不你别走了，跟着我混怎么样？狼的嗅觉是狗狗的3到4倍，要是收服这狼为我。跟你混，人类，你是想要成为我的王吗？那你必须要打败我。甜，包吃包住，只要你配合好我的工作，每天都保证你能吃到肉，管饱，怎么样？很不想就这么轻易答应，但这可是包吃包住诶。好，人类，以后你就是我的王了。仅仅犹豫了0.1秒，野狼就没有丝毫节操的直接答应下来。好，那我们以后就是伙伴了，好好表现，明天带你淘金。要是我赚大钱了，以后给你找10个8个的小母狼，怎么样？都说色狼色狼，也不知道眼前的这头野狼色不色，但这并不影响我给这家伙画大饼。对了，你有名字没有？谢谢王，我会好好表现的。我并没有名字。这样吧，以后你就叫老灰怎么样？还有，不要叫我王，叫我老大。好的，老大。对了，淘金是什么？是一种很难捕获的猎物吗？淘金就是寻找这个玩意，你过来闻一闻。找这种小石头，它有什么用处吗？看起来也不能吃啊。这么说吧，用这个小石头可以换来很多吃的，换来很多的肉，足够让你每一顿都吃到撑的肉。就这个小石头能换来吃不完的肉，有这么神奇吗？是的，是仅只有我手里面这种小石头才能换来肉，并且需要足够多的数量才行。来，闻一闻，如果明天你在哪个地方发现了这个东西的味道，就过来叫我。第二天一大早天才亮，李大山带着大辉简单的吃了顿早饭后，就迫不及待的展开了今天的淘金工作。李大山拿着金属探测器四处搜寻，而大辉也在地面上不停的嗅来嗅去，最终还是李大山略胜一筹，率先找到了今天的第1颗黄金，重量3克左右，还算不错，算是今天的开门红了。也在这时，不远处的大辉突然传来一声嚎叫声。难不成野狼寻宝真的有奇效？大辉会不会为我寻到传说中100斤重的狗头金？哈哈，来了来了！男人第一次淘金就赚到了1500澳元，尝到甜头的他更是驯服了一头野狼帮自己寻金。而就在刚刚，野狼老辉还真发现了东西。老辉，你是说这下面有我要的石头吗？是的，老大，味道很熟悉。嘿嘿，开挖开挖。虽然是1块不到2克的小金子，但价值100多澳元，也算不错的收获。老辉，继续努力，争取多找一点，今天晚上给你加餐。收好金块，李大山兴奋的又继续淘金去了。他没想到昨天一个突发奇想的灵感，竟让他收获一头效率极高的淘金狼。接下来的一整天更是为他找到了很多黄金。今天居然整整收获了19颗金块，大概25克左右，价值2500澳元，再加上昨天的1500澳元，短短2天的时间，我居然就收获了这么多。来，老辉，敞开肚子吃，别和你老大客气，你今天可是大功臣，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谢谢老大，跟着老大太幸福了，自己今天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就是在地上闲逛，寻找这种小石头，居然就能填饱肚子。接下来的2天，李大山和老辉又收获差不多45克的黄金，直到第4天，收获的黄金只有可怜的6克左右。一天比一天少，所带的物资吃完今晚这顿后也差不多没有了，看来是时候出去，也该换下一个目标地点了。吃完饭后，李大山盘点了一下自己这个星期的收获，足足有9218克，换算成盎司有3.25盎司左右。而像这样的小金块，里面必然会包含一些杂质，所以真正的黄金含量最后可能在3盎司上下，收获9000澳元左右的样子。老辉，今晚好好休息，明早我带你去买肉。第二天一大早，带着老辉就来到当初加油的小镇，在熟悉的小加油站见到了一个独臂老人。哦，小伙子，你这是有收获了？还行，一共收获了90多克的黄金。之前听说您老人家收黄金，所以就想着过来找您，让您练一练，看看这里究竟能有多少纯黄金。不错嘛，作为新人，在第1周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在老人家的带领下，2人离开了加油站，来到不远处的一间小门店里，就开始提纯冶炼黄金。不错，好运的小伙子，你带来的金块纯度挺高的，提纯后有3.08盎司。现在的黄金价格是3422.8209澳元每盎司，3.08盎司，也就是10542澳元。年轻人，你需要现金还是转账？嘿嘿，发财了发财了！原本以为自己能收获个9000澳元左右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想到现在的国际金价给了自己一个小小的惊喜，10542澳元，换作自己之前的工资水平，足足是自己7个月的工资，还要多上42澳元。李大山不敢相信，这才仅仅是藏宝图上的第1个地点就收获了这么多。要知道自己父母留下来的藏宝图可是有着好几十张呢。要是真能全部探索完成，会不会收获到传说中价值100万的超大狗头金呢？嘿嘿。刚回到车上，李大山正想着要怎么规划这笔钱时，电话却响了起来。哥，我退役回来了，你到哪儿去了？安娜是和李大山一个孤儿院出来的，可以说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出社会后，安娜参军，加入到了海军陆战队。退役这个时间可不是正常的退伍时间，这其中绝对发生了一些问题。
李大山嗅到了不一样的异味。不过现在安娜不想多说，李大山索性也就不再多问，一切还是等到见面之后再说吧。我辞职了，成了一名职业淘金人，现在在西部荒野这边呢。淘金，你干这个多久了？收获怎么样？我才干了第1个星期呢。根据以前父母留下来的地图，发现了一处黄金含量相当不错的地方。对了，还意外认识了一个伙伴，到时候可以介绍给你认识认识。你给我个位置，我这2天就过来找你。这边安娜不但用退伍费买了车，还顺便采购了一批淘金设备，就连夜出发了。另一边，李大山带着老辉已经来到新的目的地。老大，快点快点，咱们赶紧开始工作，寻找小石头吧。自从知道那种小石头真的可以换很多的肉，老辉对寻找小石头的热情空前高涨，甚至比李大山还要迫不及待。老辉干得不错，继续保持。李大山和老辉已经开始工作有几个小时了。一开始，李大山还会自己拿着金属探测器到处找一找，但很快他就发现，为什么旧矿区不被淘金者喜欢了？整整3个多小时过去，自己的金属探测器响了10多次，但在这10多次当中，自己仅仅只找到了一小块重量在2克左右的小金粒，其他的全是金属垃圾。到最后，李大山索性直接放弃了，就等着老辉自己寻找。发现位置后，自己直接过去挖得了。转眼时间来到中午，老辉还在乐此不疲地寻找着，而李大山已经回到车边，开始准备午餐。这是刚才答应老辉的，说是中午给他加餐。这地方居然还能遇上外来车辆，该不会是同行吧？哥，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时候来？居然连我的午餐都给我准备好了。你怎么就过来了？还有这车，你的？对啊，怎样？很不错吧？今天早上刚买的。哥，你今天的收获怎么样？我可是查过资料了，这边是旧矿区，还能有金子不？不是应该都被其他人挖完了吗？收入还行吧，今天早上一共挖了6块金子，都在这里了，大约10克左右的样子。一早上就这么多，至少说1000澳元往上了。这年头淘金人都这么赚钱的吗？早知道我还去当什么兵啊，早点来淘金不好吗？想什么你？淘金哪里是这么容易的？这只是运气好，再加上我还有一个特殊的帮手，要是换了其他人，估计能有这里的1/5就谢天谢地了。什么朋友？你这朋友这么厉害的吗？难不成是个资深的淘金大佬？哥，你该不会是救了人家的命吧？不然别人怎么可能这么帮你？就在这时候，可能是闻到了食物的味道，老辉正好回来了。就是他了。前2天认识的一头灰狼，很聪明，而且鼻子可厉害，找黄金一找一个准。什么时候狼也能帮助人淘金了？你可别不相信，刚才给你看的黄金，几乎都是老辉发现的。在旧矿场这样的地方，金属探测器可不好使，金属废料多到让人崩溃。说着，李大山就把自己的食物给了老辉先吃。是吗？真有这么神奇？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有老辉在，咱们以后的淘金工作不仅可以事半功倍，就连一般的淘金人压根不敢轻易触碰的旧矿场地区，也能成为咱们的赚钱宝地。在李大山看来，虽然才和老辉相处了不长的时间，但老辉已经是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以后他赚到钱了，定要给老辉找10个8个的小母狼。吃完东西，李大山拿着探测器就带着安娜开始了勘探工作。看这丫头全副武装的架势，估计是劝不住她入行的决心了。于是还没开始10分钟，安娜的探测器就率先响起，而且还不是金属废渣。哥，这淘金也太简单了吧？虽然只是1克左右的小金子，但价值也有100澳元。这也太离谱了吧！我干一上午也才找到一小块，他10分钟就离谱，真离谱。然而更离谱的来了，还没走2步，安娜的探测器再次响起，这次还是金块，甚至体积更大了一些，估计在2克左右。怎么感觉这丫头的淘金和我的淘金压根就不是一个工作？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女的运气？又或者这就是传说中的新手保护期？不行，我得再看看，难不成还让自己遇上了传说中的先天淘金圣体了不成？废弃矿场上，女人第一次跟着男人淘金，就足足收获了2块小金块，瞬间就让她飘了起来。哥，感觉淘金其实也没有你说的那么难嘛，就和在地上捡钱似的。呵呵，新手保护期罢了，现在你就笑吧，待会儿有你难过的时候。你继续加油，我听见老辉那边应该是有发现了，我先过去看一下。好的，哥，你先去忙你的，我这边一个人可以的。安娜自信满满，接下来就算自己运气再怎么差，再收获个几块应该不是问题吧。然而接下来的2个多小时里，她的探测器响起来超过10次，但挖开后全都是废弃金属。该死的铁钉，该死的废旧金属，我是真的受够了。哼，哥，咱们就一定要在这个废旧矿场淘金不可吗？哼，哥，你还好意思笑？你就是故意的对吧？看看这是我刚才2个多小时的收获。15块，竟然有15块，就算每块只有1克的重量，价值也绝对超过了1500澳元。哥，老辉也太厉害了吧，简直就是一坨行走的澳元。老大，他这样看着我，我害怕。这个雌性真是太可怕了，感觉他好像要吃掉我一样，以后一定要离他远点。这些金块互相之间的距离都不太远，我怀疑我应该是发现了传说中的金脉，但这只是一个最小型的金脉，咱们也绝对能发一笔小财。一般来说，金脉的出现不仅代表着你可以收获很多的小金粒，更可能会收获传说中的天然狗头金，它的价值远远不是一般的黄金能够比得上的。哥，那咱们还等什么？赶紧过去开挖啊！
来到刚才的地方，安娜和李大山两人顺着之前发现黄金走势的方向，一人一边分头行动，拿着探测器就开始寻找，而老辉则是自由行动。没多久，他就率先有了发现。我靠！这杀猪般的尖叫，这下面一定是块大金块。哥，快挖快挖，我们要发了！安娜，你来挖吧。你不是说身为美女，运气向来更好一些？好，我来。淘金生涯的第一天就有可能遇上传说中的大金块，安娜别提有多兴奋。哥，你快看看金子出来了没有？李大山用金属探测器在安娜挖出来的土堆上一扫，没有动静，再次把探测器伸到土炕里，杀猪般的尖叫声再次响起，而且要更大一些。安娜，快继续挖，黄金还在坑里面，我有种预感，咱们这次估计真的要小发一笔了。等等，天，先住手！才2锄头下去，眼尖的李大山率先有所发现，他完全不嫌脏的趴在地上，伸出手擦了擦自己刚才看到的那一抹金黄。哈哈哈，我没看错，老妹，我们这次发了，是大金块，真的是大金块。从裸露在空气中的部分来看，这块狗头金少说有半个巴掌大的面积，体积越大就越有收藏价值，价格也会比普通黄金贵很多。不多久，一块大概5毫米左右厚度的黄金就到了李大山手里，重量少说也超过了100克。没有预想的那么大，原本以为这块黄金至少也要有个2厘米左右的样子。哥，想啥呢？能挖出来这么大一块黄金，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好吧？人要懂得知足才行，不可能什么好事都能让你遇上了吧？而且看这块黄金造型还可以，感觉应该有对它感兴趣的人可能会收藏，就算没有，价值也在1万澳元以上，已经顶得上你之前大半年的工资了。再说咱们的金脉还没有挖完呢，万一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更大的收获呢？说的也是，是我太贪心了，我们继续工作吧。就在2人一狼正准备离开，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工作的时候，他们刚才挖出来的土坑突然向下塌陷，露出个1人宽、乌漆麻黑的洞口。哥，这是……别怕，应该是之前的矿工们留下来的矿道。根据李大山查阅的资料，这个老矿区已经拥有100多年的历史，在那个时代挖金靠的都是淘金人自己的经验还有双眼，压根就没有金属探测器这么高大上的玩意儿。这么一想，这些老前辈们会不会遗留下来一些他们之前没有发现的大金块呢？我不求能有多大的收获，要是再能发现个1-2块和自己刚才发现的大金块差不多的收获，自己今年就此金盆洗手，接下来1整年不工作，甚至还能找几个澳妹按按腿。嘿嘿。哥，从刚才的坍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矿洞相对脆弱，贸然下去的话，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危是危险了点，但一句流传于淘金界的老话说得好，埋得越深，金子就越大。安娜，我有种预感，这个矿洞下面绝对有好东西，而且肯定不少，我想下去看看。咱们不能贸然下去，搞不好动作稍微大一点，就会把我们直接埋在里面。我们是不能轻易下去，但眼下还有一个办法，除了我们2个人之外，咱们不是还有第3个成员吗？我立功的时候到了吗？为了老辉的安全，李大山又从车上拿来呼吸面罩和绳子绑在老辉身上。老辉，待会儿下去之后，你只用四处搜索一下，看看下面的小石头多不多。至于其他的动作，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下面很危险，我可不想你出事。最后，你跑1圈之后，立刻回来，再把结果告诉我就可以了，知道吗？哥，有一说一，我觉得你这几句话大可不必，搞得好像老辉真能听懂你在说啥一样。你懂个屁！老辉很聪明的好吧？我说的好多话，他基本上都能听懂，不然你以为我们2个为什么能配合的这么好？老辉一个纵步跳进了黑漆漆的矿道中，很快消失不见，只有地面上不断移动的绳索提示老辉还在正常活动，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终于20多分钟过去，老辉一路有惊无险，成功回到了地面上。老大，我在里面闻到了好多小石头的味道，其中还有几个味道尤其强烈。黄金数量众多，还有几处可能是大金块。哈哈哈！当了20多年的咸鱼，终于要在今天一朝翻身了吗？哥，黄金虽多，但为了安全，咱们还是先回小镇上买一些装备才行。咱们现在就出发。转眼时间过去2天，李大山还有安娜再次回到了这片几乎无人问津的废旧矿场。安娜，一会儿我和老辉下去就行，你负责在地表观察情况，万一事情不对，我和老辉的救援工作可就靠你了。好的哥，你和老辉在下面一定要注意安全，金子能挖就挖，不能挖就算了，别太勉强。装备带上，李大山跟着老辉就跳进了矿道。老辉，哪边的黄金比较多？俗话说，之前你发现味道特别浓烈的地方是左边还是右边？老大，在这边。李大山跟着老辉整整走了3米的距离，探测器居然一次没响。就在他都忍不住有些怀疑老辉那句黄金很多的话的真实性的时候，探测仪杀猪般的声音终于传来。澳洲淘金的第3天，男人不仅收获了价值1万澳元的狗头金，更是在随时可能坍塌的矿道里发现了传说中的金脉。哥，是不是找到黄金了？探测器发出的声音很大，我在上面都听到了。还不清楚，得挖开看看才知道。不过我有90%把握，应该不可能是金属垃圾。但是这废弃矿道随时有坍塌的风险，我并不敢随便挖。老辉，过来闻闻看，里面有没有小石头的味道？有的老大，而且味道比较强烈，里面的小石头应该不小。大金块，哈哈哈！开挖开挖。
没多久，一坨足足有鹌鹑蛋大小的金块就出现在李大山的手里。哈哈哈，喵喵的，我就知道这下面绝对收获不小。100多年前的老前辈们可能做梦都想不到，居然还会有金属探测仪这种设备吧？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落后的装备，才给我留下了这么多的宝藏啊！李大山大致估计，这块金子的重量少说也有50-60克。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藏价值，但哪怕就当做普通的黄金售卖，价值也绝对在5000澳元以上。安娜，接着。Oh my god， 哥发财了！我敢保证我们这次肯定要发财了。哥，你累了不？如果累了的话，要不你上来休息，换我下去工作。不，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你就负责救援工作就好。再者说，在矿洞里面肯定免不了会有一些废旧的金属垃圾，虽然老灰可以排除它们，但老灰这家伙说的什么你可听不懂，所以还是我亲自上阵吧。不要着急，既然黄金已经在这，那他们就跑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咱们慢慢的来，哪怕要挖1个星期，甚至是2个星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觉得都是相当值得的。生怕安娜继续纠缠，李大山头也不回的继续探测起来。虽然这次探测器的声音比刚才小了很多，但也绝对是黄金无疑。5-6分钟后，一粒5-6克左右的小金块又被李大山收入玻璃瓶中。老灰，我如你所说，这下面的黄金数量可真不少啊！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李大山一步步深入矿洞，探测器一次又一次的响起，也印证了之前他的猜测。这才刚过去1个早上，就足足收获了19块的小金粒，再加上之前发现的第1块狗头金，那就是整整20块的黄金，价值接近2万澳元了。哥，已经快下午1点了，该出来休息休息吃饭了。此刻的李大山沉迷捡黄金的快乐中无法自拔，一心只有眼前的工作，别说是吃饭，就连安娜这个异父异母的亲妹妹都给抛之脑后。哥，你听到没有？快出来吃饭了，先吃饭，下午的活咱们再慢慢干。安娜，你自己吃吧。对了，顺便给老灰也准备一份，答应好他这几天都给他加餐的。我就不出去了，一来是出去太麻烦，还得把设备一步一步的往外面挪。这第二嘛，就是里面的黄金真的太多了，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工作才行。龙国有句古话叫落袋为安，一顿不吃饿不死我的，你们2个吃就好。完了，这是走火入魔了。好了，安娜，我先不和你说了，我这边又发现了金块，听声音，这玩意儿可不小，甚至都能比得上咱们早上发现的第1块。说完，李大山打发走老灰，自己则是挖了起来。不过这次的金块仿佛埋得有深，几分钟过去，李大山眼前的土坑深度已经超过了30多分，但还是没有发现金块的身影。嘿嘿，埋得深好啊，埋得越深就证明东西越大。很快，今天的第2颗大金块就出现在了李大山的手上。我靠！发财了，这下子是真他喵发财了！这块狗头金整体呈现葫芦形，保守估计重量应该在300克左右。最主要的是，这块狗头金绝对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应该能卖出一个比普通黄金更高的价格。小心翼翼地把黄金放到自己随身携带的小袋子里，李大山拿着探测器继续向前探索。这块狗头金的发现，直接让他横扫饥饿。吃饭？吃什么饭？只有对社会没有用、意志不坚定的人才会选择吃午饭。可能是李大山这样坚定不移的工作精神和态度感动了上天，每往前挪动几步，探测器就再次发出了杀猪一般的尖叫。这熟悉的声音和动静，自己的运气不至于这么离谱吧？难不成我这是在用寿命淘金？不然怎么刚收获1个大金块，眼下很可能又来了1块？管他喵的，寿命淘金就寿命淘金，金子摆在眼前不拿，那不是小可爱吗？再说了，那些上班族哪个又不是在用寿命换钱？搞不好我淘金1天，他们1年都赚不到呢。想到这些，李大山越挖越快，不多久，1块比鸽子蛋稍微大一些的黄金就出现在他手中，估摸着重量应该在90到100克的样子。聊胜于无，有了300克的狗头金，就想要更大的，没成想挖出来直接缩水了1/3。时间来到了下午6点，外面的天色已经昏暗下来。在安娜的再三催促下，李大山这才依依不舍地出了矿洞。哥，今天收获怎么样？哟，看看今天就收获了这么多，还行吧？哥，别卖关子了，快给我看看！今天我在上面可是听见了，你应该发现了不止1块大金块吧？快让我看看究竟是多大的金块，能让老哥你惊喜成那个样子。就你聪明，给你自己看看吧。对了，顺便把电子秤拿出来，咱们称一下，看看今天的收获究竟有多少。哥，这绝对超过了1斤，甚至都要奔着2斤去了。你确定这里面不是废金属是黄金？怎么就这么不相信你哥的实力？都说了，你自己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绝对惊掉你的下巴。李大山不自觉地露出一个得瑟的笑容，像这样的收获放在别的淘金人，那别说是1天了，有的倒霉蛋就算一整个淘金季都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收获。我去，哥，你今天该不会是用寿命淘的金吧？居然这么多！还有这块狗头金，未免也太大了吧？感觉没有8两，也有个6-7两了。看着堆在盘子里面的小金山，安娜震惊的都快不会说话了。谁家好人这么淘金啊？感觉抢银行也没有来钱这么快吧？
迫不及待的，安娜先把那块最大的狗头钉上了秤。哥，361克，比你自己预估的还要多了整整61克。光是今天淘到的大块狗头金就足足有613克，而且看样子纯度很高，哪怕是当普通黄金卖，价值也绝对超过了6万澳元。接下来是小金块，安娜甚至还仔细清点了一下，足足有32块，总重量加起来有213克。今天一天的淘金总收获，黄金重量居然来到了整整826克。安娜，这才是第一天，我们就收获了这么多黄金。想要把整个矿洞给探索完，少说还需要3、4天的时间。就算不是每天都能收获这么多的黄金，我们最终的收获加起来估计也可以震惊整个淘金小镇的数字。哥，明天你就换我下去吧，我一个人在上面真的很无聊的。而且淘金这么有趣的事情，还有挖到大金块的刺激，你总不能一个人全占了吧？第二天一早，安娜拿着装备，说什么都要亲自下到矿道里面去淘金。你真的要下去吗？下面很危险的，我可不想年纪轻轻的就看着我妹妹被活埋了。男人淘金一天就能赚8万澳元，导致异父异母的亲妹妹十分眼馋，说什么也要跳进随时都有可能坍塌的矿道里掘金。安娜，你在下面注意安全，黄金不重要。哥，你就放心吧。不说了哥，我发现黄金了。虽然安娜当过几年兵，但以她的体魄，最多持续工作1个上午就得换我来工作了。至于能不能淘到大金块，那就看她的运气了。然而最后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李大山的预料，安娜这丫头居然整整坚持工作了1整天，甚至连中午饭都没有出来吃。最后李大山只好让老辉叼着袋子给他把午饭送进去。这是淘金淘走火入魔了，连饭都不吃了。时间再次来到晚上，又到了1天1度的结算环节。哥，你猜今天我收获了多少？看着电子秤上那小山一样的黄金，李大山初步目测就没有昨天自己收获的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块超过200克的狗头金，600克？没有，就只有523克，比老哥你昨天的收获少了整整300多克。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在淘金这一块，这辈子应该都比不上眼前这个牲口了吧？你这丫头，你这表情要是让其他同行看见，估计想咬死你的心都有。一天的收获超过了5万澳元，甚至接近6万，你还要什么自行车？要知道你老哥我之前1个月辛辛苦苦也才挣1500呢，一年不吃不喝都存不下来2万澳元。转眼5天时间过去，废弃矿场在老辉的帮助下，也都被两人几乎底朝天的翻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遗漏之后，两人一狼准备结束这次的淘金之旅。哥，咱们这次准备去哪里卖黄金？还是去之前的小镇上吗？哥，我并不准备在这个小镇售卖黄金，咱们这个数量实在是太扎眼了一些。而且加油站的老头知道我们2个都是淘金新手，要是贸然在这里出售这些黄金，不免会有一些人产生不该有的心思。哥，虽然我是个混血，但财不外露我还是知道的。我准备去珀斯城，作为整个澳洲的第4大城市，又是最大的工业城市。虽然咱们这里的黄金数量不少，但放在这样体量的城市中，就相当的不起眼了。除此之外，在这样的大城市中，想要找到咱们手里面狗头金的买主，也会更容易一些。第二天一大早，安娜和李大山带着2981克、价值30万澳元的黄金就驶出荒野。他们马不停蹄地朝着珀斯城赶去，甚至为了谨慎起见，在路过之前淘金小镇的时候，都没有进去补充物资。安娜，一路上别停车，虽然我们带了真理，但还是小心为妙。好的哥，我听从你的安排。待会儿到目的地后，我们分头行动，把小金块分别卖给几家不同的黄金回收店铺。至于超过50克的大金块，咱们也可以问问他们的价格。要是仅仅是正常的金价，或者出价不是特别理想，咱们就先把这些大块黄金留着，不着急售卖。哥，这么大的城市，又是淘金行业和采矿行业发展起来的，对狗头金感兴趣的人肯定很多，咱们并不担心会找不到买家。李大山神情有着按捺不住的兴奋，他当了10多年的咸鱼，今日终于是到了翻身的时候了。等这波黄金售卖结束，他的存款甚至能够来到惊人的40万澳元，也不是不可能。他甚至都能够考虑在澳洲买房了。转眼两人就来到达珀斯城的停车场。哥，要不要比比谁卖的价格更高，速度更快？行，那咱们今天就比比。我把所有黄金平均分成2份，不管是大金块还是小金块。哼哼，你等着吧，这次我肯定不会输给你，我就先走一步了，拜拜。说完，安娜开着车一骑绝尘，抢先离开。直到中午，两人再次在停车场汇合。看来还是老哥你比较快一点，不过一定是我的价格更高，我卖了19万8千澳元，你呢？哈哈，那真是不好意思了，我卖了20万6千澳元，刚好比你高上那么一点点，一下就收入40万04千澳元，真不知道我上一世打多久的螺丝才能赚到。哥，一下就暴富了，咱们不得开个 party 好好庆祝？哈哈，走，来看。哥，咱们以后就准备继续干淘金吗？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吧。反正我是绝对不想再回到当初在快餐店工作的生活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少得可怜的薪水，那不叫生活，那只能说是活着。而且我以后还想在乡镇上买套房子。在乡下买房子？那老哥，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呢？现在咱们手边的钱应该够了吧？虽然在城里买不上什么好房子，但在乡下的话应该是够了。安娜，先别说你够我了，你自己就没有什么计划吗？难不成以后就准备这样跟着我到处淘金？你已经不小了，该考虑成家立业之类的了。
哼，我听出来了，哥，你就是想要甩掉我，好一个人去淘金。我不，小时候你就答应过我的，这辈子都会好好照顾我的。不管你怎么说，我这辈子都赖定你了。可能是酒精上了头，也可能是酒壮怂人胆。安娜竟一把薅住李大山的衣领，然后居然直接勒了上来。哥，你是我的，你这辈子都只能是我的人，你别想跑，知道吗？盯着李大山的眼睛，安娜眼神中满是炙热，还有爱意。这糊涂啊！安娜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妹妹，怎么能？安娜，你喝醉了，别说胡话，走，不喝了，咱们找个酒店休息吧。你好，开一间标间。现在的年轻人真会玩，出来开房都知道要开标间，一张床用来工作，一间床用来睡觉。回到房间，两人各一张床就沉沉睡去，直到半夜。安娜不知道什么时候钻进李大山的被窝，产生了一些只能跳过的 VIP 内容。安娜，可以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床上吗？怎么不可以吗？哥，我昨天晚上就说过了，你是我的，还有我这辈子赖定你了，你别想跑。说完，安娜再次了上来，这次和昨天有所不同，地点不同，两人之间的状态也有所不同。直到1个多小时后，李大山靠坐在床头，点上一根万宝路。这一切的一切，一定是那家酒馆的问题。我他喵的一定是喝到假酒了。李大山知道，因为昨晚他和安娜的关系以后真的就不止一父一母的兄妹情那么简单。安娜，饿了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个早餐去。好的，哥。等春季的淘金季结束，咱们两个就去看看房子，怎么样？对了，对于房子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喜欢在西澳这边，还是在东澳？哥，虽然东澳那边很不错，但房价太贵，土地也都被有钱人占据，咱们这点钱买不到什么好房子。而在西澳这边，不仅土地便宜很多，而且也很方便咱们的工作，不是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到时候我们能有一大片土地。好，那我们争取努力，在接下来2个月里面淘到更多的金子，在西澳买下一片大大的土地。看着安娜一脸幸福又憧憬的样子，李大山心中也多出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对了，安娜，关于咱们新的淘金地点，我已经初步定下，距离珀斯有差不多400公里的距离，在西澳荒野的中部，那边虽然没有旧矿区，但在附近不超过100公里的范围，有着地图上明确记载的3个淘金点，再加上去那边的人应该不多，我觉得这次我们应该能有不错的收获。李大山现在觉得自己干劲满满，恨不得现在就冲到目的地，正式开展淘金工作。那我们待会先在珀斯边采购一点物资，下午就直接出发，怎么样？我担心咱们再待下去，老灰估计非得憋坏不可。为了小家伙的身心健康考虑，咱们还是早点出发吧。听到这话，安娜想到这2天被关在车上生无可恋的老灰，甚至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安娜，你带的探测器是不是防水的？我在卫星地图上看过了，那边有好几条的河流，而且老爸老妈他们留下来的地图，其中有一张也在河流的旁边。我估计我们到时候很可能得下水，所以除了采购必要的生活物资之外，我们还得采购一些专业的潜水设备。如果咱们能够找到一个富含黄金、没有被开发过的河湾地，我敢保证咱们得到的收获绝对不会亚于这次在矿洞里面的收获。到时候不管是大房子还是大片的土地，对于咱们来说都将不再是问题。下水，这不是正好撞在我的特长上了吗？我当初可是海军陆战队最优秀的女兵。放心吧，哥，这些交给我就好。如果到时候水里面真有黄金，我保证他们一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安娜，不要开得太快了，准备好，咱们在前面即将驶出公路，进入荒野。好的，哥，我知道了。3小时后，两人总算来到这次淘金的目的地。哇，好宽的一条河，这宽度至少也超过30米了吧？也不知道像这样的河能不能淘到黄金，而且看起来似乎很危险。